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富山海被多家媒体点名，诚意水平被质疑，呼吁明星不能灌水。富山海最终还是火了，只不过这回火的没那么体面。刚开始被骂难看，紧接着剧本漏洞被扒出来，诚意直播教观众，话题接踵而至，热搜刷个不停。最后，主演粉丝把问题全怪到观众吹毛求疵，对手恶意抹黑上头。可是事实摆在那里，稳步下滑的收视率已经说清楚一切。近来，好几家媒体也站出来发声，从各方面挑刺，评论相当犀利。每周广播电视报毫不客气，直接给该剧贴上了烂剧的标签。文章里直言不讳地吐槽说，这部剧的败笔不是哪一处失误，而是从理念到执行整个制作流程全线崩盘，堪称粗制滥造的典范。光明日报也发文痛批剧中出现的动动协和剧本，还特别点了诚意在直播里教育观众的举动，顺带质疑了他念台词的水平和角色把握能力。接着观察者网也发声了，先说了观众们的看法，紧跟着聊了聊如今国产剧的情况，明星灌水效应，还提醒平台该回归剧本，把明星费用和制作投入给个合理的平衡。几家官媒发声后，马上引爆讨论，许多网友开始暗戳戳的发声，直接对主演粉丝喊话，媒体也亲自出马点评，这是不是要动真格的调查一下了？网友们这么说，主要是因为诚意对那些差评的回应。从富山海被喷之后，诚意明显没忍住，除了劝大家别一边吃饭一边看剧，还暗戳戳的说给差评的人根本没看过，这态度里藏着满满的委屈感。舆论一发酵，网友们纷纷吐槽，诚意那边的回应是全网取证，说啥也不会放过。相比起来，同样是剧组主演的张小晨就显得直爽多了，直接晒剧照，坦白说我演得不好。虽然粉丝出来说这话是他带入角色，针对剧情说的，可剧集一片差评，他这番话还是被看作是在表明态度。说实话，这回官媒出面可不是没来由。据说富山海这次因为负面话题火起来，影响可不光是在国内，就连国外不少网站也对这部剧给出了评价。先是在新加坡某影视网站上给了 3.4 分，那分数低得吓人。紧接着法兰西西部也拿出大篇幅来报道，直说这是2025年最令人扫兴的古装剧。大家都晓得，文化传播这条路特别关键，能让国外的小伙伴更好地认识咱们的文化。近几年，好多国产剧都走出国门，古装剧尤为吃香。像《琅琊榜》《甄嬛传》《步步惊心》这些经典大作，在海外那可真是火得不得了。再说说《三生三世和知否》，在海外也蛮有名气的，不管是演员的表现，还是服装道具，都获得了不少好评。像富山海这种形式被外国观众看到，真是给国产剧丢脸。也许有人会问，国产剧每年都有口碑差的，为啥偏偏就盯着富山海不放呢？不就是因为之前炒得太猛吗？喊着武侠复兴，大家都指望满满，结果拿出来的却是室内抠图过家家的戏码。近期热播的古装剧《富山海》终于算是火了，只不过这次的火热并不体面。从开播之初的期待满满，到如今口碑全面崩塌，剧情、表演、制作几乎全线遭到质疑。尤其是主演诚意，在舆论漩涡中首当其冲，连带着剧集的武侠复兴口号也变成了被嘲讽的笑柄。媒体接连发声，痛批富山海。舆论的反转并非空穴来风，随着观众的不满持续发酵，不少主流媒体也相继发声，态度可谓相当犀利。首先，每周广播电视报毫不留情，直接用烂剧来形容富山海，
并指出这部剧的失败不是个别问题，而是从创意理念到执行流程的全面崩盘，堪称粗制滥造的典型案例。接着，《光明日报》点名批评了剧中离谱的细节，比如演员穿着洞洞鞋出镜，制作团队对剧本的把关不严。同时，他们还特别提到了程毅在直播中教观众怎么看剧的举动，质疑他作为演员在台词功底、人物把握上的不足。与此同时，观察者网则从行业角度切入，直言如今国产剧陷入了明星灌水效应。演员片酬高企，制作成本被挤压，导致剧本和特效都无法保障。文章呼吁平台和资本该重新平衡，把真正的投入放在作品质量上，而不是一味的堆明星。几家媒体接连表态，不仅引发了观众热议，也让富山海的争议上升到了行业层面。程毅的回应满是委屈却难服众。在争议不断的同时，程毅也忍不住发声。他在回应差评时，先是劝观众不要一边吃饭一边看剧，随后又暗示很多打差评的人其实根本没看过剧。这些话一出，非但没有平息质疑，反而被认为是甩锅观众。相比之下，同剧组的张小晨则显得坦荡许多。他直接晒出剧照，并坦言我演得不好。虽然粉丝解释这只是角色台词，但不少网友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敢于直面的诚恳态度。两位演员的不同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，舆论发酵，海外口碑同样惨淡。富山海的风波并未止步于国内，随着剧集上线海外平台，外国观众也给出了直观的反馈。在新加坡某影视网站，该剧评分仅有 3.4 分，低得令人啧舌。法国媒体法兰西西部更是用了大篇幅报道，直言这部剧是2025年最令人失望的古装剧。要知道，近几年国产古装剧在海外市场表现不俗，《甄嬛传》《琅琊榜》《三生三世之否》都曾获得很高的口碑，成为文化输出的亮眼案例。而富山海这次的翻车，无疑是在国际舞台上为国产剧抹黑。为什么偏偏是富山海？有人可能会说，国产剧每年口碑扑街的作品不在少数，为什么富山海会被点名批评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他之前吹得太猛了。制作方打着武侠复兴的口号，大肆宣传，吊足了观众胃口。大家本以为能看到一部兼具情怀与质量的佳作，结果却是抠图严重，布景粗糙，逻辑混乱，甚至还出现了道具穿帮。落差之大，自然引发观众愤怒。更关键的是，富山海本来有机会承载国产武侠复兴的希望，但他的失败让观众对同类题材更加怀疑。这不仅是对一部剧的失望，更是对整个行业信任的打击。呼吁明星别再灌水。从富山海的遭遇可以看出，国产剧当下最大的问题之一，正是明星灌水。演员片酬动辄数千万，制作方在剧本、服化道上的投入反而缩水，最终观众看到的只是一场虚有其表的华丽骗局。程毅的表现固然值得反思，但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在于整个行业的运作逻辑。一个演员的个人努力无法挽救一部粗制滥造的剧，而再多的营销和宣传也不能掩盖作品的空心。观众要的不是偶像式的表演，而是真诚的作品。媒体的批评正是一种提醒，国产剧要想真正走向世界，必须先拿出过硬的剧本和演技，而不是一味的把责任推给观众。